凌晨2点，姐姐哭着给我打电话说，她公公趁她洗澡的时候撬门进来，脱了衣服非要和她一起洗。我脑子嗡的一响，连忙让姐姐赶紧报警，把房门反锁别出去，我马上就到。然后我听到电话那头砰的一声，姐姐大声尖叫，好像是门被撞开了。你还打电话？那老东西大叫，难道你还想报警吗？姐姐哭嚎着说，你不要脸，对自己儿媳妇做这种事，滚，你快滚啊！撕扯、哭喊已经摔砸东西的声音混杂在一起。我对着电话吼，老东西，你敢碰他一下，我剁了你！我听到一声冷哼，然后电话那头很快没了声响。我从床上弹起来，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跑，期间一直给姐姐打电话，没有人接。我五内如焚，马上报警，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警察也感觉到了事情严重，一再和我强调一定会尽快赶往现场。我这才稍稍放下心来。这个老东西年轻时候就到处沾花惹草，最过分的一次，他在外面乱搞，得了花柳病，回家把他老婆传染了。他反咬一口，硬说是他老婆不检点才得的，还害了他。他老婆当时就懵了，说我就你一个男人，怎么会得这种病呢？由于他老婆整天不是和闺蜜们在一起，就是在家带小孩，人证物证实在太完美，老东西就又改口说，那就是你不讲卫生才会这样。那个年代人们太保守，对这方面谈之色变，他老婆就当真了，也不敢问别人，倒是伺候他伺候得更尽心尽力。这件事是老东西亲口说的。有一年过年，我路过他房间的时候，偶然听到他在和一群老头吹嘘自己计谋无双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得意洋洋、摇头晃脑的样子。他也得病，就不能出去找男人了，这样我才放心嘛。以前我们家只是听说老东西风评不是很好，但是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人能烂成这个样子。我爸妈刚开始也反对这门亲事，奈何姐姐那时候心思单纯，被他家儿子迷晕了眼，一门心思要嫁过去。加上那老东西一再保证，说自己早已洗心革面，自己再不干净，儿子也是清白的，这才让父母松了口，勉强答应下来。谁能想到，都他妈50多的人了，还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还是对着自己的儿媳妇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火急火燎地赶到姐姐家楼下，电梯不知道抽的什么风，迟迟不肯下来。我索性爬楼梯，一口气冲到22楼，门开着，老东西和警察在电梯那里说着什么，看样子调解已经到了尾声。老东西双手合十，对着警察不停鞠躬道歉。警察一只脚踏在电梯里，点点头说，以后不要这样了，这事情多难看。老东西点头哈腰，一定，今天酒喝多了，肯定没有下次。我刚要过去了解情况，一个身影拦在我面前，你怎么来了？大晚上的，怎么不在家睡觉？是他家儿子，看样子也是刚从厂里赶回来，身上还穿着工作服。我没理他，排开他寻找姐姐的身影。姐姐坐在沙发上，紧紧抱着外甥的脑袋，眼眶红红的，头发散乱。她婆婆在旁边说，别和他计较，喝多了发酒疯了，又不是故意的，怎么还报警了？传出去你还要不要做人？姐姐说，他怎么不是故意的？昨天晚上我洗完澡，他还朝我吹口哨。老太婆说，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爸，你怎么能这么想自己的爸爸呢？我实在听不下去，推开老太婆，问姐姐，他有没有拿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打你？你和我说，我给你打回去。姐姐抬头看到是我，一把攥紧了我的手，瞬间哭开了。这时那个老东西一声大吼，哭什么哭？你还有脸哭？这个时候的他可全然没有刚才卑躬屈膝的模样，把门摔上，狠狠一拍桌子，冲天的酒气扑面来，你他妈把老子脸都丢尽了。姐姐和外甥都被吓到了，一个哆嗦。我吼了回去，你叫什么叫？你还好意思说丢脸？你干这种事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的狗脸往哪搁？哪种事？哪种事？老子干什么事了？老东西叉着腰，唾沫横飞，老子让自己儿媳妇给老子擦背怎么了？儿媳不服侍公公，服侍谁？你出去问问，天底下哪个儿媳不服侍公公？再说了，我家的事你来掺和什么？有你什么事？滚，赶紧给老子滚！我跟这种畜生沟通不了。转头问他家儿子，你听到了吧？你爸让你老婆给他擦背。他本来一直暴毙在旁边看着，闻言只是用无所谓的口气道，擦就擦呗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至于报警吗？我如遭雷击，被震的语言系统短路，半天说不出话。那男的又道，又不是什么贞洁烈女，大学时候就有男朋友，早不是处了，现在擦个背就要立贞节牌坊。再说平时不也喜欢发骚吗？对着送外卖的都能浪笑。姐姐气得浑身发抖，嘴唇惨白。赵成才，你竟然这么想我？你当初算了吧，别当初了。那男的嗤笑一声，也就看在你给我生了一个儿子的份上，不然你这种女的谁要？都是你勾引的。老太婆这时也来帮腔，你和那些女的一样，没个正经事就知道勾引男人，要不是你故意穿这么少，你爸怎么会？要说之前我对这老太婆还有一点同情，现在就完全没有了。可怜人的可恨之处真是让人心惊胆战。她这一辈子都在被压迫，习惯了，适应了，现在也要拉着别人一起围着男人转，这样她才不会觉得自己像个笑话，她的心里才会平衡。姐姐说不出话，眼泪一股股的往外涌。外甥哭着帮姐姐擦眼泪，妈妈你别哭了，都是我不好，妈妈别哭了。老东西慢悠悠地走过来，拽着小外甥推进了房间，乖孙子，你先进去，大人的事情大人来处理。又开始推我，赶紧滚，我家不欢迎你。然后他伸手就是一巴掌抽在姐姐脸上，狗日的，让你报警，跟谁学的？还他妈报警！啪的一声，姐姐脸上很快浮现出一个清晰的红掌印。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我实在没想到他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打姐姐。我爸妈从小到大捧在手心，重话都不舍得说一句的女儿，他竟然敢动手，他怎么敢的？我抓起茶几上的杯子，照着他的头就是一下。我去你妈的！杯子四分五裂，老东西捂着头嚎叫。
血液顺着她的手肘淅淅沥沥地往下滴，不够解气。我正准备冲上去补一脚时，那老太婆忽然从旁边窜出来，抱住我双手，大喊：“儿子，快打他，快打他！”赵成才如梦初醒，一拳头朝我砸来，我不闪不避，硬来了他这一下，然后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，把他踹出1米多远，然后双臂一抬，震开了老太婆，箭步上前，揪着老东西的头发就往地上撞。老流氓，你不是挺能吗？你再给我嚣张一个看看！他被我打得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头像皮球一样在地上砰砰作响。忽然身后一阵剧痛，是他的狗儿子一瓶子砸在我背上，花瓶破裂，冰凉的水流了我一身。姐姐尖叫一声，指着我的后背说：“血，都是血！”我这时反而感觉不到疼了，肾上腺素在我身体里奔涌呼啸，我只觉得天地刹那间安静，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咆哮起来，血液沸腾，骨骼作响，脑海里不断重复着一句话：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！于是我迎着赵成才惊愕的目光，一拳头砸在他脸上，在他弯腰的刹那，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记袭击。很快他面色涨红，眼睛暴突，瘫在地上捂着肚子，说不出一句话，脖子上青筋球起。我转身继续找老流氓的麻烦，他刚从地上爬起来，准备往房间跑，但是我外甥在里面说什么也不肯开门，急得他大喊：“乖孙乖孙，快给爷爷开门！”外甥说：“不开不开，你是坏蛋！”我掐着老流氓的脖子把他拎回来，笑：“你他妈的跑什么？”那老流氓被我吓得魂飞魄散，五官扭曲的不成样子。别打了别打了，邻居要看我家笑话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他不仅不认错，反而还想着怎么捞回面子，真是给我火上浇油。我理都不理他，一巴掌甩他脸上：“老东西，你还知道要脸？”又一巴掌：“要脸，你他妈干出这种事！”啪啪啪，几个大耳刮子下去，他的脸已经高高肿起，鼻血流得我一手都是。我嫌恶心，按着他的头塞进马桶冲水。这时姐姐大喊：“小心！”我回头，原来是赵成才爬起来了，又准备偷袭我。我当即就是一脚踹过去，揪着他的头发往墙上一撞，本来就不经打，一下子就双腿发软，没有还手之力。于是我也拎着他的脖子，把他的头往马桶塞，只恨自己没有第三只手，放过了那个老太婆，没让一家贱人整整齐齐。果然那个老太婆也开始作妖，见父子两人都不是我的对手，冲出家门，跺脚大喊：“杀人了杀人了，有没有人啊？”此时虽是深夜，但是国人深刻体内的吃瓜本能依旧灵敏，很快就有三三两两的人围拢过来。姐姐怕事情闹大，在后面劝我放手，我把他们暴打一顿后，气也是出了大半，一人给了一脚之后，拉着姐姐回家。有意思的是，我还没进电梯，就看到那个老东西歪七倒八的冲出来，对着和邻居哭天喊地的老太婆就是一巴掌，还说还嫌不够丢人，然后砰的一下摔上门。只能说这两老登天作地设，尊重祝福，锁死早死。回家，爸妈都披着衣服在沙发上坐着。之前我走得急，没和二老说原因，现在看到我浑身是血，都被吓了一跳。我爸吼我：“你怎么和人打架？”我妈吼我爸：“儿子都这样了，你还凶他？”我摆摆手：“不是我的血。”又指着姐姐：“是姐姐的事情，有点麻烦，把大伯他们都叫过来商量。”我家向来团结和睦，几个亲戚住得又近，走动频繁。6点多在群里吆喝一声，7点过一刻，人都已经齐了。除了几个长辈，还有穿着睡衣、睡眼惺忪的表姐堂哥。然后在我们的鼓励下，姐姐开始讲述她的遭遇。在结婚的头2年，这个老东西伪装得极好，好到姐姐都开始怀疑那些传闻的真假。直到生完孩子后，事情才渐渐不对劲。比如姐姐做饭的时候，老东西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姐姐身后，伸手按着她肩膀，说一些家常。后来开始摸腰，偷看姐姐喂孩子。于是姐姐开始有意无意地避着他，肢体接触不到，老东西就转而开始语言骚扰，经常说一些很神经的话，比如我要再年轻了20岁，肯定不会放过你，我好想你，今晚来我房间。或者转发唐玄宗和杨玉环的营销号文章，说一些公公和儿媳的爱情自古就有，这就是传统之类的话，给姐姐洗脑。听到这里，表姐差点没被豆浆呛死，我爸直摇头，一个劲地说荒唐。更荒唐的还在后面，可能刚开始顾及自己儿子，老东西还不敢做太出格的事情，加上姐姐下班后就回房间辅导孩子作业，也是在孩子房间，基本不去客厅，老东西就一直找不到机会。直到有一天，赵成才出差在外地，老太婆带着外甥在逛超市，姐姐下班回家有点累，倒床上就睡着了，迷迷糊糊感觉房间进人了，猛地惊醒，看到老东西就穿一条内裤站在床头对他笑，姐姐让他滚，他反而嘿嘿一笑，张开双手就扑过来，姐姐吓惨了，一个劲地推他打他，但无济于事，他用力地推姐姐，想把姐姐按倒在床上，最后姐姐一口咬住他耳朵，趁他吃痛的瞬间跑了出来，住在闺蜜家，直到赵成才回来才敢回家。他想和赵成才说，但实在又不知道怎么开口，老东西就吃定了他这个心理，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嬉皮笑脸地看着他。哐的一声巨响，我爸把茶杯砸得粉身碎骨，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他破口大骂，怎么不出门给车撞死，臭不要脸。从小到大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这么生气。表姐和堂哥也是卧槽就没停过。我妈眼睛红了，抱着姐姐眼泪大颗大颗的掉。大伯把烟按在烟灰缸上，狞笑着说，这个狗日的不扒掉他一层皮，他还真以为我们家好欺负。说完他抓上车钥匙就走，我们紧随其后，5辆车浩浩荡荡地杀去他家，结果没一个人在家，一问邻居才知道都去医院了，还没回来。医院好几个，全家人发动关系，一个个打听，很快就弄清了他们在哪个医院，立马掉头杀过去。
一群人乌泱泱地冲进病房，还好和这两父子一个病房的就只有一对年轻夫妻。我走过去说，不好意思，一会可能有点吵，麻烦担待一下。娜姐们摆摆手说，没事没事，我就异常胃炎不怕吵。转头狂拍她老公，双眼放光，快快扶我坐起来。保安也是来得及时，问我们要干什么。我堂哥拍了一个厚厚的红包过去，说大哥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不会乱来的，要是一会弄坏了什么东西就从这里扣，多了不用退，少了一定补。保安捏着红包将信将疑。这时一个主任模样的人对保安招了招手，将他叫到一旁，又对我大伯点了点头。我们心领神会，一切障碍都已经扫清。我对着包成木乃伊的老东西冷冷一笑，他眼里的绝望满的快要溢出来。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左腿吊着，好像是骨折了，可是我也没打他腿呀。这事说来搞笑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我走后，老东西一肚子气撒不出去，就打老太婆出气。老太婆狂跑，他狂追，结果摔了一跤，把腿摔断了。当时我不知道，还以为他要讹我，心里那个气呀，一下子就武则天当寡妇，失去理智了，抓起一旁的保温杯，对着他的左腿就砸了过去。你再给我装啊！老东西疼得从床上弹了起来，双手乱抓，眼睛瞪得要从眼眶里掉出来。我一看他演的还挺像那回事的，更来气了，又是一下砸过去。我让你装，这次他直接失声了，抱着腿从床上滚了下去，在地上一拱一拱往门口爬。我大伯就站在门口，看见他过来，一脚踩在他头上，居高临下。老畜生，你怎么敢干这种事？是当我们都死了吗？大伯冷冷地看着他，足尖用力碾。我他妈问你话呢，这个时候给我装哑巴。老东西看也不敢看他，一个劲的摆手求饶，只知道窝里横的废物。大伯一脚把他踢到一旁，习惯性的摸根烟，刚点燃，旁边的护士虎目一瞪，医院不让抽烟。大伯连声说不好意思，然后蹲下去捏开老东西的嘴，一下子就按了进去。老东西被烫得哇哇乱叫，手舞足蹈。与此同时，我注意到一直缩在一旁的赵成才，他爹被打，他不仅一个屁都没敢放，还把头塞进被子里，企图隐身。我忽然想起姐姐刚带他上门的情景，爸妈没给他好脸色，吃饭也不肯上桌。我给姐姐面子，陪着她吃了一顿晚饭。席上，他和我保证，我是真心喜欢你姐姐的，一辈子都会真心对她好。我说我没有认可你，但是我不想姐姐左右为难，我不管你以前是什么人，对其他人怎么样，我只看一点，就是我姐姐过得幸不幸福，开不开心。要是她受委屈了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赵成才拍着胸脯让我相信他，铮铮是言犹在耳畔，你食言了，我可不会。我走过去，一把掀开赵成才的被子，少在那里给我装死。赵成才被吓得一哆嗦，缩着头说，我可没动手，都是我爸打的。我一阵犯恶心，但凡这个时候他肯为了老东西跟我们反抗一下，我还觉得他算是有血性。现在看到我们人多，马上出卖亲爹自保，真是怂到家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又说，昨天晚上是我不对，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我也有我的难处。他旁观妻子受辱是不忠，背刺父亲是不孝，这个忠孝两不沾的东西还给我整这一出。人在极度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出来，我都被气笑了。他看到我笑，以为事情有转机，马上拉着我的手跟我套近乎，你姐姐没有是吧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保证今天的事情不会再发生，我保证一定会对他。我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看见你这张嘴脸就恶心，你不如保证你全家早点暴毙，还想我姐姐回来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我告诉你，出院就离婚，孩子归我家，不能离婚，不能离婚。他急了，马上翻下床，跪在我面前说，真的没有下次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，我发誓。我刚准备把他打一顿的时候，忽然计上心头，不想离婚。他点头如捣蒜。那你爸欺负了我姐怎么办？我保证下次再也不会。停，我不要保证，我要你把他打一顿。他说行，然后冲过去，对着他爹的脑袋就是一脚，没有一点犹豫，毫不拖泥带水。我们都看愣了，这样行吗？赵成才转头问我，嘴脸恶心。我回过神来，摇了摇头，抽他这张老脸。赵成才伸手就是一巴掌，这样不够响，他再用力一点，他爹老脸涨红，双目含泪。想来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亲儿子抽脸的事情，简直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。你就这样让你儿子随便打？我拱火，这不让人哄堂大笑了吗？他反应过来，马上抽了回去。我不叫停不能停啊！我看着父子二人狗咬狗，扭打在一起。堂哥凑过来，小声说，还是你小子鬼点子多啊。我嘿嘿一笑。这时留在家里陪姐姐的表姐发微信问我事情怎么样了，我把这副呲呲笑的名场面发了过去。表姐一连回了几个垂地大笑的表情包。1刻钟后胜负已分，到底是赵成才年轻，体力好一点。他爹躺在地上呼哧呼哧大喘气，眼睛翻得像死鱼。1、2、3，堂哥俯下身检查老东西的情况，直到数到30，老东西也没能爬起来。于是堂哥抓起赵成才的手，振臂高呼，我宣布冠军是小畜生。掌声雷动，观众受到气氛感染，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他们父子情深。不会离婚了吧？赵成才满怀希冀地望着我，我点点头，我向来说话算话。他大喜，我又道，但是我答应的事情关我姐姐什么事？他疑惑，再说我又没和你结婚，怎么离？脑残吧你？他呆滞，他醒悟，他盛怒，他又挨了一顿打。回到家里已经是中午，大家都半天没吃饭，饿得不行。于是爸妈做了最快捷的火锅，热辣鲜红的牛油火锅一煮开，顿时满是生香。丢一片毛肚，烫上30秒钟捞出，裹上蘸料送进口中。微微发卷的毛肚紧实脆弹，红油热辣，麻酱咸香，嘴巴成了一方战场，鲜辣麻香各路大军旗帜分明，在味蕾上激烈厮杀。
这一口下去，顿时回到人间，就好像劳累了一天的打工人滑进了盛满温水的浴缸。我一夜没睡的疲惫瞬间一扫而空。奇怪的是，今天的毛肚格外的多，好像会繁殖，怎么也吃不完。我伸筷子捞第10口的时候，一双长筷架住了我。表姐杀气腾腾，再捞我肚试试，不吃就不吃，小气巴巴的。菜过5味，大家都来了精神。一行人兴致勃勃地说起医院的事情，大伯喝了点酒，面色配红，神采奕奕。也就是现在年纪大了，要是年轻到20岁，看我不打了他找不到北。我妈捧场，大哥年轻的时候确实是10里8乡有名的俊俏后生，又高又帅。伯母皮笑肉不笑，是啊，不然能把他初恋迷得神魂颠倒。20多年过去了，前阵子还要单独请他吃饭呢。大伯低头生硬地岔开话题，这火锅不错呀，我吃点毛肚。咦，毛肚呢？我和表姐同时咽下最后一口，异口同声。不知道啊，父子连心，堂哥立马替父分忧，把话题拉回赵成才一家。他戏瘾大发，学着赵成才用夸张的语气说：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都快要把我爸打死了，你们就饶了我吧。大家被逗得哈哈大笑。忽然身边传来隐隐约约的抽泣声，姐姐哭了。她抽抽噎噎地说：对不起，我应该听爸妈的话。表姐揽过姐姐的肩头，温言安慰。大伯也柔声道：丫头，我们没有人怪你，做错事的又不是你，你道什么歉？就是下次有事早点和我们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的任何决定。姐姐郑重点头。这时有人狂敲我家门，是邻居阿姨，快去门口看看，你女儿老公在那里闹自杀呢。我一惊，赶紧冲出去，果然在门口看到了赵成才父子2人，都跪在单元楼门口，外面围了几圈看热闹的人。我一走近，他们就哭喊起来。老东西扇自己老脸，说自己那天就是酒喝多了，犯浑了，以后保证不会再做这种事，求姐姐回去。又说什么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不能因为他发一次酒疯就把这个家拆散了。他本来就老，加上满身绷带，看上去颇有些凄惨。已经有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动了恻隐之心，劝我家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赵成才则哭着喊着要见姐姐一面，说什么轩轩不能没有妈妈，他还深爱着姐姐，只要姐姐能跟他回去，让他上刀山下火海也愿意。他还当着众人的面发誓，要是以后再让姐姐受委屈，就让他全家出门被车撞死。我爸皱着眉，让他们赶紧回去，他们反而来劲了，说姐姐不答应，他们就一直跪在这里。我那个火气腾的就上来了，这父子俩在这搞道德绑架呢，我这人最不怕这个了。喜欢演戏是吧？我就让你们演个够。姐姐心软，我可不心软。我回家找来一个喇叭，塞到老东西手里，来，把你干的事情都说出来。老东西立马语塞，刚才还哭天抢地，现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说啊，你不是想让大家帮你吗？你不说清楚，大家怎么帮你？吃瓜群众觉得有理，纷纷催促他快说。老东西面露尴尬，拉着我的袖子小声说：家丑不可外扬。我说滚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今天姐姐不回去，你们就一直跪着是不是？父子2人一起耍无赖。对，不答应我就不走了。我笑，喜欢跪，那我就让你们跪个够。与此同时，堂哥租到了一辆皮卡，我们把他们架到车厢，我开车，堂哥在后面看着他们，用大喇叭喊：都来看看这对不要脸的父子，都来猜猜他们干了什么事。在小区绕了几圈，我嫌不够过瘾，直接往赵成才单位开。演戏演给熟人看才有意思嘛。赵成才一看事态不对，趁我减速转弯的时候，从车厢上翻下来跑了，留下他那单腿残疾的父亲和我堂哥面面相觑。堂哥大喇叭喊话：那个谁，你爹不要啦！赵成才头也不回。解决了这个事情，我回到家里，刚一进门，姐姐就抓着我的手，哭着说：快救轩轩！我一惊，轩轩怎么了？他给我看赵成才发来的微信，敢离婚，这辈子就别想见儿子了。软的不行来硬的，刚才还痛哭流涕，现在就变成这副嘴脸。我一拍大腿，颇有些后悔，之前净顾着打人，把我大外甥落下了。转念一想，怪不得这老太婆一直没出现，估计是带着轩轩躲起来了。万幸一天时间也跑不了多远，当下决定兵分2路，我爸妈大伯大姨留在城里盯着赵成才和老东西的动向，我和表姐堂哥开车去赵成才老家。事不宜迟，我们3个马上出发，车程3个小时。堂哥开车，我眯了一会。到了村子，我们一问村头情报组大妈，老太婆果然带着轩轩回来了。我们立刻往她家赶，却在她家门口看见7、8个不怀好意的壮汉，想来是老太婆找的外援。老太婆看见我们来了，倒也不意外，叉着腰喊：快滚，敢离婚，孩子以后就跟你们没关系了。我小声问：2个对8个，胜算几成？堂哥摇头：完全没有呢。我咬牙切齿，要不回孩子，我怎么和姐姐交代？这时堂哥说：你们拖住他们，我从后面翻过去。这是农村自建的小楼房，已经有些年头了，院子围墙并不算高，翻过去倒也不难。我刚想说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，扭头已经找不到堂哥的踪影。我让表姐去小卖部一趟，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过去。老太婆看我并不怕她，脸色一变，指挥着青年们：快给婶子拦住他。于是一个壮汉挡在我面前，我笑，想打架，他瓮声瓮气：你回去吧。我摇头，不可能，顺手把带在身上的水果刀递过去：来，捅了我。他往后一退，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。我拔高声调：看来大家都不想打架，这很好，这是我家的私事，轩轩是我外甥，于情于理，我今天都要把孩子接回家。我在小卖部存了2条华子，就是给各位的辛苦费，所以现在摆在各位面前就只有2条路，要么今天你们把我打死，然后你们去坐牢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要么你们去村口拿上烟回家吃晚饭，明天该上班上班，该上学上学，享受人生，享受青春。话音刚落，面前的壮汉就眼神闪烁，显然是犹豫了。
我接着往前走，这次没有一个人拦我老太婆慌了。你们干嘛？快打他呀！我找你们干什么的？没有人动弹。他推了跟前的青年一把。柱子，你上啊！你愣着干嘛？那个叫柱子的年轻人不耐烦道。算了吧，婶子，你就是叫我们来充场面，可没说打人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可不想坐牢，我妈还要我养呢。再说，在你这待半天，一碗稀饭都没得吃，你也太抠了。还是这个小哥办事敞亮，第一次见面都知道散烟，一言激起千层浪。壮汉们纷纷撂挑子不干了。我走到老太婆跟前，笑呵呵地看着她，你也是真不会做人。老太婆拽着我的衣服，垂死挣扎，休想抢走轩轩。我掰开她的手，你算老几？老太婆见不是我的对手，大叫道：来人啊，抢小孩了，有没有人管管啊？人贩子来了，吵死了。我反手就是一巴掌，物理降音。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哭着说，你打我，我要报警，把你抓起来。我说，好啊，你报呗，就这程度都够不上量刑，最多罚200块钱，我现在身上就有2000，先他妈打你10巴掌再说。这个法盲果然被我唬住，连滚带爬的远离我。这时堂哥从里面冲了出来，一手夹着轩轩，一手握着不知道从哪里拿的叉子，大喝，你带着孩子先走，我殿后。戏瘾又犯了。轩轩被夹在腋下，喘不上气，小脸憋得通红，黑溜溜的眼睛委屈巴巴地看着我。表姐黑着脸说，你快把孩子放下，都要岔气了都。堂哥四下一看，大汉们已经不见了，灵感乍现，他们埋伏起来了。大伯不让你学表演是对的。回家路上，堂哥和姐姐报了平安，那边的人总算松了一口。我透过后视镜发现轩轩一直盯着我，小脸上怨气腾腾。我心中有愧，摸了摸鼻子，轩轩啊，现在咱就回家哈，你想不想妈妈呀？轩轩说，舅舅，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我说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就你一个外甥，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呢？那我昨天晚上喊你，嗓子都喊哑了，你也不回头看看我。堂哥表姐扫了我一眼，面露鄙夷。我说，舅舅回去就后悔了，茶饭不思，想你想的眼泪都流了3斤。小家伙手脚并用的爬过来，在我身上闻了闻，骗人，你还吃火锅了？对呀，没喝茶也没吃饭，可不就是茶饭不思吗？他嘴一撇，眼看就要哭出来。我不再贫嘴。行行行，这周带你去海洋馆，那把这事放下不？还有一整套铠甲勇士，你小子结局。姐姐很快和赵成才离了婚，他家不肯放抚养权，我们就去打官司。离婚缘由一说，法院很快就把孩子判给了我们家。现在姐姐带着轩轩和我爸妈住在一起，老两口牌不打了，舞不跳了，天天围着小家伙转，日子过得平静又幸福。就是有一点，那天我留给轩轩的印象太过深刻，以至于我和他解释了无数次，其实舅舅是个很儒雅随和的人，他都打死不信。于是姐姐将错就错，他不好好吃饭，不写作业，不想上学时就说，把你送到舅舅那去，然后他马上乖巧，导致他现在看到我还是怕怕的，就很无奈。全文完。